红薯到底是我国本土作物，还是中国人从海外偷回来的？传说红薯曾在饥荒年份挽救过无数中国人的性命，可它却不算我们的主食，地位远远比不上土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如今虽然我国红薯种植量世界第一，但农民都不是很乐意种植，难道种红薯不赚钱吗？这里是知识天梯。咱们农作物的种子就像是农业的芯片，需要国民齐心协力来保护，这件事儿非常重要。但是人家偷我们的猕猴桃，我们也偷人家的红薯，礼尚往来，互惠互利才是生存之道嘛。当时西班牙人殖民菲律宾，西班牙人为了改善菲律宾粮食不足的问题，把红薯带到菲律宾大片种植，这被当时弃儒从商的陈振龙看在眼中。经打听发现，这种薯类不仅亩产高，而且耐干旱，对土地的适应性极强。陈振龙就想着怎么也得想办法带到老家去试种一下。由于西班牙殖民当局对粮食物种管理很严，不允许将红薯种外带，陈振龙想了个绝妙的点子，将薯藤缠在水绳之上，外层涂上泥土，以此避开海关出境检查。历经7天7夜，红薯藤终于漂洋过海到了中国。陈振龙最开始是将薯藤放在自家院子里试种，几个月后真的有了收获，他非常高兴。谁知道这一年福建恰逢饥荒，陈振龙心念百姓，便催促儿子上书，建议福州府种植红薯。好在福建巡抚金学增听取建议，先试种，成果颇丰，次年就种遍福建了，大大缓解了当地饥荒。后来陈振龙的后代又将红薯引入浙鲁等地，让其逐渐成为中国的主粮之一。另一位陈先生是广州的陈毅，陈毅带回番薯藤比陈振龙早11年。他也是和朋友一起去越南做生意，尝了一道由番薯做成的菜，味道特别好，于是开始留意这种食材。后来多番打听了番薯的特性以及种植方式，于是决定将其带回国。但是吧，危险度极高。当时东南亚对填饱肚子的事物尤其重视，凡是想偷种子的都要掉脑袋。陈毅想来想去，不行就花钱买通守卫呗。重金之下，红薯藤被藏在铜鼓中带回了国，广泛种植在金门地区。不管是哪位陈先生最先引进的红薯，这种农作物对当时的中国而言是救命粮，也为后期稳定强盛时期人口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。红薯在饥荒年代救过无数人的命，为什么竞争主粮之位时却输给了土豆？首先是红薯的种植，相比土豆有点累人呐。红薯栽植要由母薯培育的秧苗，在播种的过程中细节要求特别多，譬如选种薯就跟选美一样，要大小适中，形状端正，皮质光滑，不能有害虫。覆土前土地得杀虫，灌溉后还要记得排水，省得把种子淹烂了。后期管理力度大，要施肥，要除虫，要剔除坏苗等等。土地种植相对就没那么复杂，因为它对温度及储存要求没那么高。最重要的是，得益于这些年，科学家们花了很多力气去研究土豆，在育种、种植、除害、保藏、加工等多项技术上都远超红薯。有了科技保驾护航，自然是成为主粮更有优势。其次是红薯的储存，让农民伯伯有些头疼。红薯的水分含量很高，很容易被微生物入侵，所以需要阴凉、干燥、通风的环境。农村家中一般会建一个较大的地窖，冬暖夏凉，以此控制储存温度。但即使如此，依然会有一部分腐烂。相比而言，土豆更容易储存。大量的土豆可以分袋装进麻布袋，在袋子上撒上药物，并用纸板遮挡即可。或者更简单的，就是在干燥的地方堆放起来就可以。再加上价格亲民，逐渐就成为了老百姓的囤粮首选。最后，红薯因为含糖高，吃的太多会加快身体老化，血糖升高，尤其对糖尿病人很不友好，食用过多不利于身体健康。同时，红薯中还含有大量淀粉，吃多了容易产生肥胖。专家也建议，患有湿阻脾肺病的人不适合吃红薯。再看土豆，土豆也含有大量淀粉，但土豆淀粉是属于抗性淀粉，同时含有大量膳食纤维，能够满足人体所需。
还可以加工成土豆粉等作为主食食用。在肠胃消化上，土豆又略胜一筹。综合上述几个原因，红薯在主粮竞争中顺利的失败了。但是没能成为主食的红薯依然找到了自己的特色发展道路，那就是变成餐桌上的菜品、下午茶点心。总之，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。红薯好吃又耐饿，曾数次拯救中国饥荒，为什么一直都不算中国主粮？无论从营养价值、亩产，红薯都远胜土豆，却因为种植复杂、不易储存、糖分过高等因素痛失主粮头衔。虽说竞争残酷，主粮头衔真不是那么好拿，全中国这么多年也就角逐出4个。因此近些年我国的红薯种植产量在逐年下降，但是特色小吃可是全国到处都不同。红薯虽然没能成为主粮，却已在其他商业模式上走在了前线。首先来看看近些年红薯种植的情况。我国红薯的种植涉及20多个省和地区，2020年全年总产量为2323.9万吨，相比前一年下降了 2.1%， 收获面积也有所下降。但从总体来看，我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红薯生产国，种植面积达到世界的 60%， 产量则占世界总量的 80%。国家也针对重点红薯种植地区提供政策支持和技术指导，各地种植基本稳定。据相关统计，红薯每亩地生产资料成本约800元，人工约200元，地租大约在900元。按照不同节日节点销售，价格在 0.5 到1元之间变动。总体来说，每亩地的年收入大概在1000元，品种好的会更高。如果加工的话就更好一些，深加工后1斤大约赚10元，加工成淀粉，再将淀粉加工成粉条的话，产值至 180% 以上。鲜食是红薯的头等方向，现在的年轻人都有一定的健康意识，早上蒸个红薯，晚上空气炸锅一炸，美味就这么来了。近年全国开始兴起烤红薯加冰糖雪梨的下午茶店连锁，路边烤红薯也升级为连锁品牌了。在超市则高档的包装更讨喜，利润成倍增长。休闲食品加工对外形没有要求，利润空间稍低，会被制作成薯片、薯干等等，营养丰富，味道极佳，很受年轻办公族的喜爱。最后就是加工成全粉，就成了上等食品加工原料，糕点配料少不了。总而言之，红薯漂洋过海来到中国，在这片广袤土地上发扬光大。中国劳动人民凭着勤劳与智慧，将红薯种遍大江南北。曾经的救命粮，如今成了现代生活的精致甜点，桌上美味，也不失为一段佳话。知识天梯，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